谁？外卖。有什么高兴的事吗？有啊。封印让我来找你，找我干什么？你猜？让我把所有的客户都移交给你。你为什么就不猜封印让我过来请你回去呢？你说有高兴的事儿，我回律所对你来说是灾难。讨不讨厌呀你？一直这么讨厌。别废话。这是罗宾老师的电脑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但是我有密码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让他回来的台阶。你在挖他的客户资源吧？你可以去告诉他。咱们俩第一次喝这梦之蓝的时候，还是咱俩实习的时候呢。不，你记错了。我没记错，咱俩当时在弄同一个案子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记错了，是在你姐姐婚礼的时候喝的这酒。是在我姐姐婚礼上吗？那我怎么不记得呢？你喝醉了，你当时还跟我们说你替你姐起草了一个特别牛的婚前协议。无论是什么事儿，无论是什么理由，不管是谁提出的，所有的财产，不管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，都归何必所有。而且刘英美签了，他看都没看他就签了。哎，我姐找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我喝点酒就会告诉你啊？你回忆一下，你跟我喝酒，你占过上风吗？哎呦，我跟你喝酒，我不是为了占上风，这不因为咱俩感情好吗？对，你还是放下吧啊！哪次你喝多了，不都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？不是，那我给你写一保证书，行不行？咱们俩喝酒，不管我出什么事儿，都跟你没关系。你都喝出事儿了，保证书还有个屁用？不是，那你告诉我啊，我姐到底为什么找你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你不告诉我，可就喝酒了，我可就照着往医院走喝酒了。啊，行，你赢了，你这招还真挺吓人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刘英美她有小三儿了？没有。那到底因为什么呀？你不说我就喝了啊！好，你坐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答应。如果我说了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行，啊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只要不违法。但不能是什么穿着裙子上班之类的事儿啊。哎，这主意不错。什么？如果你反悔没有做到，你就穿着裙子去上班，答应吗？我不会反悔。那你承诺？我承诺。发誓。哎呦，我发誓，我何在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得把它录下来。哎呀，我不会食言的。那也必须得录。说吧。我何在郑重声明，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，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，我就干什么事儿。如果我反悔了，我就穿裙子上班。说清楚。我就穿裙子上班，这就行了吧 ？OK， 说吧。我得检查一下。郑重声明，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，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，我就干什么事儿。如果我反悔了，我就穿裙子上班。啊，行，你能说了吧？这回你说不说呀？你坐下。不做，说。你不做，我不说。你说我不做，我做，你说吧。刘英美死了以后，你姐发现一个大盒子，里边全是借条，有600多万吧
600多万，不是，那是他借别人的，还是别人借他的呀？刘英美的钱都在你姐那儿，她哪有钱借给别人？肯定是别人借给她的。那别人借给他的借条应该在别人那儿啊。我就是这么跟你姐说的呀。我姐信了吗？她不太信。谁也不能信呢。按常理来说，刘英美把这钱还给人，那借条就还回来，而且就撕了，他留着干嘛呀？你们俩真是一家人，逻辑都一样。这正常逻辑啊！不是你说那原因太没说服力了。那你倒是说一个有说服力的，我学习一下。刘英美想跟我姐离婚，但是她当时呢，她跟我签了这个婚前协议了，她怕她净身出户，她想弄一笔钱出去，所以她就让她的朋友给她写了这个借条。我真是佩服你的推断力，加10分。她的计划就是，她先跟我姐姐说她要离婚，是因为她在外边欠了很多的钱，我姐姐呢肯定是不想跟她离，那就会帮着她一起还钱。这么着，他就把一笔钱给倒腾出去了，然后他隔一段时间倒一次，隔一段时间倒一次，一直倒到我姐姐忍无可忍了，跟他离婚了，他这计划就算实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刘英美，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她不是一老实人，她当初刚跟我姐好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呢？她死得太突然，没来得及。借条可是有年头。那就是说，有年头以前他就想了跟我姐姐离婚，但是呢，他忌惮于我会跟他死磕，所以他没敢。你认识刘景明吗？刘景明，我姐最烦他了，他就是一渣男。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。董永一贫如洗，却偏偏爱上了天庭的七仙女。可是七仙女的天庭亲戚们呢，都不信任他，尤其是这个七仙女的亲弟弟，逼着他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婚前协议。董永以为签了这份协议就好，就可以得到尊重了。可事与愿违，不但没得到尊重，反而被人更看不起了。人们还说，他为了攀龙附凤，居然签了这么一份没有尊严的协议。不，他自己可是认字的啊！我们没有拿着枪逼着他脑袋。一个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生活久了，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，所以他就伪造了这些欠条啊。事实是，他没有伪造欠条，是刘景明给他写的欠条。只不过他一直犹豫再三，没有启用。这就是你姐一直问我，刘英美为什么借了那么多钱。我始终没有办法回答他的原因，就如实的跟他说，你姐会恨你的，她也会恨她自己，他就应该恨他自己，所托非人。我不这么认为，真的。所以何塞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，咱们两个共同把这故事编圆。我跟你一起啊，你想让我跟我姐姐说是我欠了这些钱，刘英美是帮我跟别人借的钱。没错，你姐姐知道你好面子，要面子，你官司打输了，被客户索赔，你又不好意思声张，所以不是你这太过分了吧？你让我跟你一起骗我姐姐，以此来表达你对刘英美的歉意。我为什么对她有歉意？因为你从来没有信任过她。她就不值得别人信任她。她爱你姐姐，她想过跟我姐离婚，她没有离，她只是想，充其量就是想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么幸福的婚姻，在漫长的生活当中，总有这么1到2次想要离婚的念头。你说错了啊！原文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，一生当中也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。这是温格朱莉写的《幸福婚姻法则》。我知道你读书多，但没想到这种书你也读。那怎么了？我不能读吗？能读，当然能读。所以，咱们就这么说好了。我就跟你姐说，刘英美借了钱是为了你，这不是事实，我不会承认的。你答应我。但是我不能说谎嘛，我不能跟我姐姐说谎嘛。我从小就跟我姐姐有这个约定，这是我的底线。那你就穿裙子上班。那是不可能的。
那我就把这视频发到快手上去。那我就告你侵权。那我就道歉，反正别人已经看到了。那你就太臭流氓了吧？臭流氓也要穿裙子上班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哎呀，天，我就不信了。凤老大让你来找我呀？如果我说我故意跑到这儿来和你偶遇，你会信吗？他不生我气了？怎么着？你想让他八抬大轿把你给抬回去啊？那你的意思是我黑不提白不提回去上班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？我不反对你一声大笑出门去，但是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先？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个朋友代购药品，现在取保候审。这可不是一个小忙。但是你是一个好人啊。没你想象的那么好。我已经跟马师傅说好了，让他按上班的时间来接你。一会儿见了。叫做一场没有终点的梦，又能怎样？硝烟从未散场，又怎样？突然百孔千疮。只能够战胜残酷，只能去圈住迷途，但要走的每一步，不犹豫，不彷徨。这夜的形状长什么模样？用善良捍卫人的立场。喝哪个呀？原味的，谢谢你。哎，我先走了。罗律，罗老师，请您喝养乐多。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？有，李丽决定接受您的建议，和玲珑美食和解。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归何塞管了吗？他想让我跟您解释一下，他当时就孕激素导致情绪失控，我不介意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啊，您的电脑密码我改成我父亲的忌日了。为什么？谁让你改的？因为我发现有人从你电脑里面去考客户的资料。谁？老洪。改回去，改回去。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，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。比如说，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，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，将您的孙子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。如果说你不愿，我在跟客户通电话，几百亿的家族信托，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？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，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。这么说，我要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小年父子，谁跟你说的？你承认了？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。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，你劝我放弃？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。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，而是你的尊严。不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，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不专业的行为。就比如说，你的助理黛西小姐。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，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。
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，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。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，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。我猜你是怕黛西会看不起你。你猜错了，你是个理性的人，理性不代表逆来顺受。你是不是因为任小年曾经是你的客户？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，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。这跟我的面子无关，所以我奉劝你，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，有些案子就算了。你觉得我留在这是为了钱吗？我继承的遗产够我开10几家全景的，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？好，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助人为乐，你信吗？中国有句话说得好，富不过3代，为什么？第1代辛苦赚钱，第3代宰卖爷田，甚至都熬不到第3代，很多在第2代就折腾没了。说实话，罗宾，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，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。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，规划他们的所有，避免他们手足相残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多签一个客户，少签一个客户有什么所谓呢？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，他们越早知道，就越早能规避风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抱歉打搅你了。难道不应该是抱歉误解你了？请你以后不要偷偷的到我电脑里去拷资料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什么，直接告诉我，跟我要。我没有偷偷去你电脑里拷资料。你不上班，办公室没有人，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。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，输入了我的生日，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：欢迎回来。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什么电脑，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，都会蹦出来欢迎回来。哦，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的错，我太懒。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？对，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，这个错误已经被纠正了。是吗？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？有空吗？你说什么时候？是这会儿、一会儿还是下午？我是说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我先去看一眼我的电脑。不急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马上告诉我，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。可问题是，现在我们的客户不同意和解了，他那索赔20万，真的把我们都给激怒了。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。罗宾知道你父亲忌日干嘛呀？他想祭奠一下。我把他的电脑设成了这个密码。哎，不是你笑什么呀？啊？
日子真特别啊！哎，你回去好好和，别笑了，你回去好好和你们客户说说啊。我们是不愿意打官司，但是如果他们特别想打，我们也不怕。罗宾让你跟你姐说，那笔钱是你让你姐夫借的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姐会耿耿于怀，执念于我姐夫为什么要瞒着她跟别人借钱。你绝对不能答应。可是，我要真的把真相告诉我姐的话，那我姐会为此事痛苦一生的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承担真相，他就不配得到幸福。家族信托这块是由我们所另外一位同事负责。对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。好的，咱们常联系。再见。我记得你父亲跟检察院不要打我父亲的主意。没打你父亲主意，我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跟检察院沟通。那就走正常的渠道沟通好。是正常渠道，你把你父亲理解成歪门邪道了。那你沟通目的是什么？轻判不判？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呢？没有这样的先例。所以我们要开一个先例。我们是超级无敌搭档。我是超级无敌，你是搭档。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的。那好，你是超级，我是无敌，为什么不能换过来？你是超级，我是无敌。超级无敌，超级排在前面，我以为你喜欢排在前面嘛。那好，我是超级，你是无敌。你好，我找何塞。哦，何塞律师不在。不可能啊，我跟他约好呢。小然，何塞是出去了吧？对，我呢反复的考虑了一下，我还是不能跟你一起骗我姐，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应该骗我姐。那除非你穿裙子上班。哎，我是跟你认真的说，我也是。我去。喂，蓉蓉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你在那儿稍等啊，我现在就派人过去接你啊。一大早我就看见你跟何塞一前一后的进律所。一大早我也看见了罗宾在你的办公室呀。喂。喂，兰兰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你帮我一个忙。那个我今天呢，本来是跟我表妹已经约好了，但是呢，我今天把这事给忘了。你先帮我接待她一下，好吗？谢谢。我吧，其实从来都不忘事儿，这是我头一次忘事儿。你一定帮我跟她解释一下，然后呢，你跟我帮她道个歉啊。你就说我并不是不重视她，今天真的是临时有事儿。罗宾他突然间找我了，他非让我跟他出来。3个问题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前台。他叫什么？蓉蓉。他找你有什么事儿？他没说，他说等见了我的面再跟我说。我想应该是法律咨询这方面问题吧。他自己呢有个小公司，我是他公司终身免费的法律顾问。当然了，你给他不用免费咨询哈，但是呢，你不要跟他要钱，等回头你的钱呢，我替他给你。好，我去接他。我现在要去接何塞的表妹了。你并不了解何塞，我可以花时间去了解。兰兰，我其实不想干涉你的私事。谢谢，你今天真好看。蓉蓉，你好，我是何塞的同事，他临时有点事儿，让我来接待你。哦，行。
我表妹啊，真不容易啊！你说又得当老板，还得怀着孕，还得给你外甥女儿当后妈。你说的这些事儿，哪一件不是他自己乐意的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都是好事儿啊！你看，当老板又怀孕，当后妈呢，也是好事儿啊。这说明她嫁给了一个她自己喜欢的男人，这多幸福！只不过，这个男人之前有个孩子，对吧？他还多了一个孩子，不是吗？你有点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怀孕了，有点累，没事儿。吃点综合果仁儿，补充一下营养。谢谢。没事儿。那个，我就是想咨询一下，比如夫妻2个人，如果丈夫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，就把钱给了另一个女人，那我作为妻子，我有权利把这个钱要回来吗？只要是你们的共同财产，当然有权利要回来了。不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是我自己挣的，我的个人积蓄。如果是你婚前的存款，算作你个人的财产；如果是你婚后的积蓄，那就算作共同财产。不过，就算是共同财产，你丈夫也没有权利随便想给谁花就给谁花，他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。那如果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发生了，就是他现在已经把钱转给了另一个女人，那我还有权利要回来吗？能，除非你有证据。那怎么样呢？起诉。不是，蓝律师，是这样的，我丈夫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，我们俩感情也特别好，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心太软。他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，他是净身出户，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前妻，但是他前妻还老来找他要钱，孩子上学要钱，上补习班要钱，上夏令营也要钱。我觉得这些算是孩子的抚养费，给了也就给了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但是前一段时间，她又找我丈夫要了一大笔钱，说要买房子，这可我就不能忍了吧？买房子？对呀。你别不说话呀。柔柔，我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，我会对你好，我们不分开。但是现在吧，这罗琦他也挺可怜的，没地儿住了。他本来说跟这男的一起买房子，这男的就变卦了，所以就变成现在这种状况。小安这不也得跟他过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变更抚养权，我们来带小安吗？带不了小安，没法带。你这不也怀孕了吗？我们马上也有自己孩子了。我因为怀孕了，我把我的存款、我的银行卡密码什么的，我都交给我丈夫保管。然后有一次特别偶然的一次机会，我发现我丈夫用那个网银给他前妻转了一大笔钱，然后他说，啊，我前妻想买房子，他钱不够，那个什么，我支援他一下。然后我当时我就发飙了，我说他买房子，你支援他可以啊，你用你自己的钱支援呢，你干嘛用我的钱支援啊？对呀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他总不能让他前妻流落街头吧？我现在怀孕了，我压力也特别大。我辛辛苦苦赚钱，不是为了给他前妻买房子置地的，你懂吗？有没有可能是你的丈夫和他的前妻一起转移你的财产？那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丈夫是特别好的一个人，他是不会做这种伤害我的事儿的，他就是纯粹心软。那你有没有告诉他，他对别的女人心软，就是对你心狠？他不这么认为。找谁呀？你好，我们找杜飞。我就是。你们谁？我们是您的律师。我叫何塞。这位是罗宾律师。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减轻你的罪。
我没有罪。是这样，能让我们进去说吗？就在这说。我们来呢，今天找你，首先是想向你来了解情况的。情况就是，我爸得了癌症，为了让他多活几年，我去孟加拉买了一种药，1万多一瓶，效果不错。完了，我就在我爸的病友群里分享了这种药，很多病友希望我帮他们买，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。你从孟加拉买回来的这个科比替尼啊，它是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的。那是药监局的事啊，找我干嘛？是这样，我呢先给你普及一下起码的法律常识，好吧？在我们国家呢，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物，被认定为假药。有些药呢，在国外是被认可的，但是在国内就不一定被认可了。而且我国对药品管理的制度的严格程度，那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。所以你从国外代购回来的这个药被认定为假药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是在说我有罪吗？不，我不是说你有罪啊，我是在跟你说法律是这么规定的。那就是法律错了。哎，你这样的态度，我们没有办法为你辩护。谁让你们来的？那你们来干嘛？哦，让我认罪，给我个轻判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先别激动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来为你做无罪辩护的，但是前提是你得配合我们。你们能保证我能赢吗？没有律师能够保证赢。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？哎，杜飞，别敲了，这整个就是个法盲啊！连起码的法律常识他都没有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讲赢他呢？我要跟他形成共识，我得告诉他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。算了，这个案子你不要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内心里边认定他有罪。对啊，他就是有罪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帮助他减轻罪行。可是你看到了，他不能接受，那我们就去说服他。你连门都进不去，你怎么说服他？所以，这个案子不需要你了。那你也不能甩掉我。你跟何塞怎么了？杜飞到底是谁的朋友？封印不想让我告诉你，封印的朋友。他不想让你知道。来，他不在办公室。那他人在哪儿？医院。医院？怎么了？他生病了吗？他老婆。陶月什么病？癌。癌？什么癌？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多长时间了？好几年了。这事儿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？陶月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封印很尊重他这一点。生病了又不丢人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那是因为你没有生过病。我母亲是病逝的，当年人家都说她生病是因为她缺德，遭的报应。说这个话的人才缺德。杜飞曾经帮陶月代购过科比替尼。懂了。哎，何塞老师，您找我？你把这个整理一下，发到我们全景的公众号上，我希望它能够引起关注。好的，我做完以后就发您。不是发给我，我不是要在我的邮箱里看的，我是要在网上，在公众号上，在其他一切社交媒体上，我要让杜飞成
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。你去吧，娘娘，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抱心者杜飞，杜飞是谁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喝点什么？喝酒。我记得您不喝酒。不喝酒和想喝是两回事儿。有吗？当然。好。梦之蓝，这酒怎么样？不错啊，何塞的客户。来，尝尝。我听说了，这个杜飞啊，他不信任我们，就不怨他。不知道听谁说的，说是律师啊，就是公检法的卧底。如果他不信任我，我没办法为他辩护。你会有办法的，我相信，你能得到他的信任。来，你了解我，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讨好别人。取得别人的信任和讨好别人完全是两回事儿。我从来就不信任讨好我的人，但是你从来就没讨好我。可是我相信你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与其去争取一个不相信自己人的信任，不如直接服务一个你相信的人。我知道，你不差杜飞这个客户，但是杜飞他需要你。我一直支持你的做法，只和相信自己的人合作，代理相信自己的客户。但是，杜飞这个案子比较特殊，他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赢得他的信任。就因为他代购的药救了很多人，还因为我们要让他相信，我们值得他信任，这个世界值得他信任，我们可以无条件的为他辩护。